史的，你认识这个演员吗？哦，认识杨非凡嘛，我是看他的戏长大的。哎，不过他最近很少演戏喽。他最近好像只拍一些广告啊。不过今年电视台颁了一个终身成就奖给他，所以 Fusion Talk 就邀请他去演讲。Fusion Talk 什么来的？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论坛大会，会邀请全新加坡的顶尖人才去分享他们对生活还有未来的一些看法。哎，你看，他们要邀请我们去参加 Fusion Talk， 哎，哇，很好嘛！哎，好好演讲，我支持你。不是我，是你去啊？我？我都不是断舍离大师，谁要听我讲话？哎，人家杨非凡是明星耶，我樊舍得是谁啊？很明显跟他是不同 level 啊！而且我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讲过啊。凡事都会有第一次，你不会就学啊！你想想看啊，如果我可以跟杨非凡一起同台演出，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来关注甩你妈的。也对哦。不过很紧张的嘞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现在媒体都在说我们 A 嘛，竟然跟一个用假货的网红合作，还说我们自己都分不清什么是真货跟假货。你说消费者为什么还要花几千块钱来买我们的货？王总，你们的品牌在这个事件中受到了损害，我们杂志社真的十分抱歉。依兰，还不跟王总鞠躬道歉？道歉就能了事吗？我们 Emma 这个星期的销售量已经掉了一半。之前的赞助费，我们全额退款。同时，我们也会在各大报章、杂志刊登道歉启事，由出错的员工具名道歉。他也答应负全责了。你们内部的事，我就不干涉了。道歉启事刊登之后，麻烦你通知我一声，我还要跟法国总公司交代的。我先走了。好，我们保持联络啊。慢走，慢走。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公开道歉？哎呀，王总啊，肯接受道歉已经是很好了，我还担心他告我们呢。但是为什么是我？最后那个 logo 是你放上去的啊。Luna 是 Emma 选的，访问是满宁做的，拍摄现场有这么多人，更何况我排版之后有跟大家核对，这按道也签名通过了，为什么最后是我一个人负责？我作为总编辑，责任最大。徐总，不如就由我出面道歉吧。你是总编辑，如果对外说是你犯的错，你怎么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呢？杂志社怎么办？所以就因为我是个小员工，就可以随便推我去负责。因为小员工犯错，大家比较能够接受。说到底，你只是想要找一个替死鬼，这样对我公平吗？依兰，看在你爸的份上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要不是他拜托，当初我才不会让你进来公司。这次就当帮帮我们，配合一下吧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既然这样，我辞职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，对不起啊。迟到好过没到，我们正要开始。你好，我是刘谦峰，蝉联3年的金牌得主。我们今天要学的魔术是……等一下，魔术？这里不是演讲课吗？教演讲的在隔壁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来错班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教演讲的 workshop 每天都有，不如你明天才去吧。今天你想要学什么魔术，我都教你。不过我对魔术没兴趣，不好意思啊。哎 ，please， 我是用政府的 funding 来教学的，如果没有学生，他们会取消我的 funding 的。好吧，你 OK， 来，随便选一张吧。哎，不要给我看。这一张是你的牌吧？哇，真的是这张哎！哎，该不会里面全部都是一样的？你来检查一下吧，只有一张。真的嘞？你怎么做到的？这是秘密。秘密啊？你不想跟我说啊？那我去演讲课了。哎，等下，我教你好吗？来，只要你做了记号，就
就一定能抽到黑桃 Ace。你要辞职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只是因为一件道歉启事嘛。也不只是因为道歉启事的事啊。那个徐总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爸，我不可能会进这间公司。辞职也好，这间公司的管理风格太僵化了，不适合年轻人的，可能早一点走会开心一点呢。也是啊，可是如果我爸知道，他一定会很失望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不如我帮你跟徐总说，叫他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爸，你再找个机会告诉他，好不好？ Thank you。我看你还是跟我一样吧，找不同的工作 freelance， 当一个无敌斜杠美少女。谢谢你啊，特地过来。没关系，反正我现在很有空。你不用上班吗？我辞职了。为什么？ OK， 弄好了。以后有人要付款的时候呢，你就让他 scan 这个 QR code， 他就在自己的手机输入款项，你就会收到了，明白吗？应该明白。 OK， 我现在要跟你 set 个 password， 你要 set 什么 password？ 我不知道放什么。那我先帮你放个 password， 以后你想到了再自己换 ，OK？ 1121可以吗1121啊，是什么？我的生日，好记吧好记。 ？OK 了，好了。如果没有事的话，我就先走啦。可不可以再说多一次怎么收钱啊？我再示范一次给你看啊。我对这种科技每次都记不了，不如这样吧，反正你都辞职了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来我这里做 part time。有了你在啊，我就不用担心什么电子付费了。可是我没有在古物店做过工 ，OK 吗？我开这间店之前也没有做过啊。如果你 OK 的话，明天就开始吧。我现在就可以开始。我到处去看看。这个演讲秘籍啊，是老师叫我们回家读的。你要演讲？对啊，我之前答应要参加 Fusion 道，不过我完全没有演讲的经验，现在我都开始后悔了。所以你就穿成这样？老师建议我们穿西装，哎，不过你看那个荣书记我这么烂的西装，穿一下子就有洞，他还收我钱呢。如果穿西装演讲就会成功的话，那 CBD 不是一大堆演讲专家吗？你的演讲老师只说对了一半。一个成功的演讲，7%的内容是用语言传递的，55%是用肢体语言的视觉传递。你是断舍离大师，你穿成这么厚重干什么？那断舍离大师应该穿什么？断舍离是精神层面的 concept， 你要让大家幸福的话，就得穿出断舍离的精髓，扮演好精神导师的角色。精神导师啊？哎，不过这本书是美国公司的 CEO 写的。你继续看吧。他说呢？你听他说吧啊，别来找我了。哎，黄总，跳蚤市场都是卖二手的东西，所以很适合我们甩你妈的理念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小达，你看这个很适合你耶。这是不是裙子啊？当然不是啊，哎，这里破成这样，我是大师不是乞丐啊。一点点而已，我自己可以补啊。好了，过账了。收到了，谢谢你啊。
OK，不客气，慢走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幸好听你的意见了，有了 PayNow， 真的多做几宗生意啊。没什么啦，又不是我发明的。现在呢，要我做什么呢？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你有没有 catalog？ 我想熟悉一下产品的定价。卖二手货哪有 catalog？ 只有这本账本，大概记下呢收购回来的价钱，但是呢没有定价，你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。这是什么？留声机啊，留声机？你没看过啊？电影里看过。来，这个啊，是的。老歌啊，什么老歌？这叫阿姑姑，好听吗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参加过阿姑姑舞蹈比赛，这一张啊就是我比赛用过的唱片。原来你会跳舞的啊？不是我吹牛啊，当年我可是冠军 ，OK？ 我不相信。真的，来你看，奖杯也在这里。哦，冠军得主啊，除了奖杯外，我还有机会代表新加坡去英国比赛呢。那阿哥哥怎么跳啊？很多年没跳了，你示范一下吧，来。年纪大了，忘了啦。示范一下。我有顾客，我要招呼了。请看看。哇， Excuse me， 小特，哎，幸好我赶上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这个西装啊，是他要借我穿的。不过，我相信你。那，哎，谢谢你啊，要放这里啊。快去换吧。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，而是透过舍弃来寻回自己，这就是真正的断舍离。小德 ，OK 吗？哦，来，我看看。这哦，刚刚好，这个是不领子，你看我还加了一点点缀，好看吧？好看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是杨非凡。怎么那么多人？不好意思，今年的演讲者比较多。我不是说过我要有自己的专属化妆间吗？这么多人，我怎么入戏？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今天要演讲的主题是方法演技的最高境界吗？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安排。各位，我们到会场就坐吧，论坛差不多要开始了。等一下，你是演讲者，我也是演讲者，为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等，我们要出去等啊？你是谁？断舍离大师，樊舍德。这原本是我演讲时要用的道具，但是我现在看你那么嚣张，正好派得上用场。我们来赌一局，谁的点数最小，谁就赢。如果你赢得了我，你就可以留下。好啊，谁怕谁？
看来我今天的运气不错，你不可能小过4点吧？你就将就一下吧。跟我赌，是你的荣幸，也是你的不幸。为了刻画赌王这个角色，我每天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练习摇骰子、玩扑克、打麻将。有很多人会问我，既然我的赌术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去赌场赌钱呢？我是一名演员，不是赌徒。我把赌王这个角色演好，并不是因为我热爱赌博，而是我身为一名演员，最大的梦想就是用尽我生命的力量，去把赌王这个角色给演好。这里的观众要求很高啊，不是有名就有掌声的。谢谢传奇演员杨非凡的演讲，谁给到你了？加油！这么快啊！接下来让我们邀请断舍离大师樊舍得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。相信在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没关系，我今天来不是让大家认识我是谁，而是让你们了解自己。要了解一个人，最直接的方法是从他拥有的物品开始。那我想问你们，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多少东西吗？看来你们都不了解自己哦。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，而是透过舍弃而寻回自己。当你问自己，你为什么有这件东西的时候，这就是你跟你自己在对话。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吧，请各位对着你随身带来的东西大声地问：甩你吗？如果觉得有哪样东西可以丢掉的，就把它往前面抛。请大家看一下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先感激物品对我们的贡献。哈！现在的观众都怎么了？只会追捧这种虚无大道理的年轻人，我这种实力派演员反而没人欣赏。时代不同了，你也要学着改变。我改变什么？甩你吗？甩你吗？大声一点！甩你吗？如果觉得东西可以丢的话，就把它往前面抛。这个悠悠是谁的？放心，我不是在追究责任，我只是想问，这个悠悠它背后有什么动人的故事？因为故事是让人生精彩的理由。感谢大家把你们的故事都告诉了我，
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：买东西很开心，甩东西更开心。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真正的断舍离。哎，可以帮我签名吗？你跟伦娜还会拍 video 吗？啊，还有你什么时候还会演讲？这个嘛，你刚才问什么问题啊？你跟伦娜还要拍 video 吗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！你们的意见我已经收到了。我们正在筹备甩你妈的收纳课程，一定要 follow 我们的帆布，那里会有我们的最新消息啊！谢谢大家。主办单位觉得你今天演讲的反应不太好，下次可能还有下次？我今天根本就不应该来演讲，我是一名演员，不是演说家。我都已经5年没有拍戏了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公司不肯开戏给我。我们每年都给你很多份剧本，但是你都不接啊。我是一个赌王，堂堂正正的一个赌王，你们就没有一个类似的角色吗？政府不鼓励赌博，公司已经决定了，未来再也不会拍跟赌博相关的电视剧。我知道你是一名好演员，但是没有作品，现在的年轻人哪里知道你有多好啊？公司现在有一个建筑工人的角色，戏份很重的。如果你再不接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班哥，等一下你的 supervisor 会过来通知你，明天不用来上班，然后你就拿一根烟出来点，点了后说不要玩嘞，然后我们就砍 ，OK？ 我演了20多年的戏，难道还要你教我吗？看，为什么吸烟？为什么不可以吸烟？你是有多久没有在新加坡拍戏？现在拍戏只可以点烟，不可以吸烟，你不知道吗？副导演，我已经跟他讲了。你没有讲清楚。你听到了啊？还说自己演了20几年的戏，不要再害我被骂了。OK， 快点，快点！双手打开，右脚往前踩1步，左脚往后退1步，继续右脚踩上左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重复一次再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今天的心情好像变得很好哦。辞职的事已经给你爆出来，还没有。我现在每天早上假装回杂志社上班。那你不需要在外面待整天？不用啊，我现在在一家老店打工。老店，不像是你喜欢的东西啊。我也以为我会不喜欢，可是老板挺有趣的。表面上非常顽固，可是比徐总开明，工作也自由。今天我们学阿狗狗，是他最拿手的舞蹈哎。哎，荣兄，跳得那么烂，不要跳了。我才上1堂课，能够跳到这个程度，已经很厉害啦。你的动作都做错了。阿狗狗最重要是律动和一种放荡不羁的态度，不可以像其他的舞蹈死板的跟着节奏的。那你就示范给我看咯。来啊！
这音乐真好听，你们是用什么放的？是我们的留声机，可以看看吗？当然。我们正在举办60年代的回顾展，这里呢就是我们全部60年代的旧物品。哇，你挺有创意的啊！办展览来吸引顾客。我也是听你的故事才有这些 idea 的吗？你的 idea 是不错，不过你的武技要再加强哦。那你就教我喽。请问这张唱片有什么故事吗？我跟你说啊，那卖给我们这张唱片的人呢，说其实是他爸爸的。好的，当然没问题，我们到时候见。好，拜拜。哇，很好。接下来我们1个月的 booking 全部都满，看来 Fusion Talk 真的让我们一炮而红了。我们的 follower 已经超过5万了，你接下来一定会很忙的。哎，不过啊，我大师的衣服只有1套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洗啊。放心吧，我再帮你做多几套。好啊，谢谢啊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甩你妈。我想要请你们帮忙断舍离，今天有时间吗？今天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预约已经到下个月啦。事态紧急，我等不了了。请问是在帮谁断舍离？杨非凡。好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过去。拜拜。你为什么帮他？杨非凡啊，他很烦的。快点去准备。你到底有没有听我在说话？你别以为你不理我就不用接这个广告了。公司说了，你一定要接这个广告。我是个赌王，公司怎么可以去接政府的戒赌广告？戒赌广告肯找你已经很不错了，要不是司机偷偷告诉我们，我们还不知道你跑去地下赌场赌博。如果我接这个广告，那不就代表我演艺生涯的坚持全都是白费的吗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谁还记得你是什么赌王啊？清醒一点吧！如果你再不接这个广告，公司就要跟你解约了。Hello， 甩你妈！你们终于来了。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他们是公司请来帮你断舍离的。我才不需要。断舍离强调的是，物主要自己下定决心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也很难帮你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，总之我要把它变回一个正常人。语出表来。你要把每一件物品都拿在手上，仔细的看，然后问自己：甩你吗？如果觉得生活需要的，就放进需要的盒子；如果觉得可以丢掉的，就放进丢弃的盒子。来。甩你吗？你的生活真的需要那个吗？这是我拍《赌王传奇》的时候的道具。对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看过这部剧。大结局的时候，我就是用这个头指钟战胜了澳门赌侯。这样很有纪念价值哎。那这些戒指呢？这么夸张，你不会带出门吧？所以不需要。哎，不可以。这枚戒指是我拍《少年赌王》的时候戴的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以赌王的身份去演出一部电视剧。我可以看一下吗？我记得你是以这部剧拿到最佳男主角的。看来你也是我的戏迷。那当然啦，每次重播的时候我都会看的。只要我戴上它，穿上戏服，没有人会不喜欢我。因为他们喜欢的是你，并不是赌王这个角色。赌王不是你人生的全部啊。我来跟你赌一局，如果你赢的话，
我就把家里全部的东西都断舍离。如果我赢的话，你就要在我的面前消失。断舍离强调的是要自己下定决心，不能靠别人。我会把这些盒子留下，你好好的想什么东西应该留着。我们明天再来。哦，拜拜。杨非凡出道的前5年都是演一些配角。少年赌王开拍的时候，他本来是演赌王的弟弟。赌王的弟弟？根据当年的一个访谈，主角突然重病，他才有机会演赌王这个角色的。从那时候开始啊，他的事业就一帆风顺，一连拍了10几部关于赌王的电视剧。所以他是因为赌王而成功，难怪他对赌王这个角色那么执着啊。我们要怎么劝他放弃啊？哎，你记得那天他跟经纪人说，公司应把赌王的戏结束，这个你有意思是吧？有，那是《赌王传奇》的第8季，也就是赌王系列的最后一季。王天明，你抢了我老婆，还杀了我师父。今天，我一定要跟你一决胜负。就凭你师父都赢不了我，你又怎么会赢？我就跟你赌命，一局定生死。跟我赌，是你的荣幸，也是你的不幸。真可惜，我比你大。天命如此，后会有期。所以结局是他跳舞死了。因为收视率不好，所以电视台决定把《赌王》系列停在第8季，用这种壮烈的结局来结束《赌王传奇》。不过听说杨非凡并不满意这个结局，因为他觉得赌王是不可能会输的，所以一直都不肯拍这个跳楼的镜头。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呐，是替身帮他拍的。他真的把自己当成赌王了。看来他要断舍离的不是那些赌博的用品，而是要断舍离他的角色。你在想什么啊？他不肯演这场戏。所以对杨非凡来说，其实赌王还没死。Then 我们要让他。慢着，跟我赌，是你的荣幸，也是你的不幸。过来！敢来我这里赢钱，你真以为你是赌神啊？赢了钱就走人。那这张给你搭的士用的，走。你们还想不想翻本？小心点啊！你不会一开始就听牌吧？跟我赌，是你的荣幸，也是你们的不幸。我就打这张牌，我不信你会无。
第53样，怎么可能？愿赌服输，给钱吧。怎么样？还要不要打多一圈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要玩。我可不是那么随便跟任何人玩的。怎么了？你怕输啊？怕输？你要玩什么？我看你样子，身上应该也没什么钱吧？钱我是没有，所以我想跟你赌命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从你的天台跳下去；但如果我赢了，你就从你的天台跳下去。你疯啦！你要赌什么？抽扑克牌，赌大小，1张牌定生死。你先抽。既然玩那么大，那我们还是谨慎一点，用新的牌吧。如你所愿，我先抽牌。跟我赌，是你的荣幸，也是你的不幸。怎么了？反悔了？这一局我是跟杨非凡赌，还是赌王赌？杨非凡就是赌王，赌王就是杨非凡。那杨非凡是演员还是赌王呢？我是演员，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去演赌王的演员。你连赌王的结局都不敢演，还敢说自己是演员？赌王这个角色已经死了，只有你放不下。只要我还在，赌王永远都不会死。那演员杨非凡呢？你让赌王占据了你的人生，那杨非凡的人生呢？他是看你的戏长大的。你有多久没有新的作品了？我已经说过，杨非凡就是赌王。别废话了，快抽吧。不管今天结果是什么，我希望你明白，演员杨非凡还有赌王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不能两个都是。就像我们今天，一定要有一个人赢，一个人输。跟你拼了！我们赢了！对，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想不到，还是逃不过这一天。他会不会来真的啊？不知道哎。如果他真的跳下来怎么办？我已经打电话给消防局了，叫他们来。不然你以为我敢跟他赌啊？再说这里有游泳池，会死的啦。杨非凡，你不是说你是赌王吗？赌王叫愿赌服输。好了好了，够了，妈，你别再刺激他了。万一他真的跳怎么办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们要让赌王死吗？如果他不跳，赌王怎么死啊？杨非凡，你不是说你是个演员吗？你最大的梦想就是用尽自己的生命把角色演好。不过你当年不敢演跳楼的结局，就证明你说的都是废话。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是个演员，就把这个结局演完吧。我并不是不敢拍这场戏，我是害怕。害怕失去赌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陪了我这20多年的人生，我心里非常清楚，我现在必须要把你放下。这个世界不再需要赌王了，
是时候跟你说再见。谢谢你。天命如此，后会有期。不要！不要！你确定真的不用去医院吗？没事啊，我以前也常常拍动作戏的，这样跳下来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。对了，麻烦你们也帮我把这一套捐出去吧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啦。不用谢啦，我们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这些才像样嘛，每一件都是名牌，不得了，你太厉害了。你别说了，我差点为了这些东西而跳楼啊！给你。哇，这么多啊！不要，那就算了。那谁说我不要啊？做了那么久，终于有发达的感觉了。这一点算什么？你现在成功帮了杨非凡啊，这件事传出去后，肯定有很多人在找你，到时候你才真正发达。我发达，你也发达啊！一起发。屋是一个空间，那物呢，是里面的内容。那所谓悟，是从中领悟到的真理，也就是断舍离的意义。大家听得懂吗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workshop再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的，什么事啊？你看，赌博害我失去了老婆，赌博害我失去了孩子。一个人好赌，全家人受苦。远离赌博，珍爱生命。我是演员杨非凡。听说杨非凡在拍一个新的电视剧，是扮演一个残疾人士。是吗？那等他拍完了，我们一起看吧。好啊，谢谢你的努力，让他终于可以走出赌王这个角色了。干嘛谢我？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。舍不起的消息，离不开的人，曾经说过的承诺还清晰，是我来不及反应，埋怨没关系，舍不得的回忆，离不开过去，只苦了自己，还在学习如何狠心的彻底。OK， 好，走吧。哎呦，金星啊，差点忘了带你回家。Sorry。没事没事。喂，主人，不要抛下我啊！就这样，我跟着玲姐开始了晶晶奇幻之旅。